大家好，我是博正。那今天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原生家庭这本书。那这本书的这个副标题叫做如何修补自己的性格缺陷。那在我看来的话，可以简单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从前的自己，也就是小时候自己影响到了现在的自己。书里边说的是我们每个人嘛，从小都有这个成长家庭，也就是这个成长环境。那这个成长环境呢，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了我们的性格的。也就是说，我们小时候形成的这个性格，或者是为人处事的这种态度和价值观，一直会延续到现在。书中呢，把这种存在各种各样家庭问题的这种家庭呢，叫做有毒的家庭，比如说这种语言虐待型身体虐待型等等，这种都叫做有毒家庭。书中说这个有毒家庭呢，可能会延续下去，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在有毒家庭成长起来的子女他吸收了这个有毒家庭的这个体系的规则以后呢，他可能会渗透到自己新组建的家庭当中，可能会让以前的这种有毒的模式继续延续下去。简单说就是悲剧的重演吧。在分享之前呢，说一下这个书中提到的一个故事，那就是在一个酗酒的家庭里边嘛，这个父亲酗酒，那是经常酗酒，每次酗完酒以后呢，就会打母亲，那母亲呢就躲在厕所里哭。那女儿看见了，从最开始的惶恐害怕，到最后女儿呢去安慰母亲，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嘛。那其实里边反映了很多的东西。先说这个共依存者关系吧，什么意思呢？就是相互依靠的两者呢是不能离开谁的，离开谁呢这个关系都不成立了。那拿刚才这个醉汉这个例子来说吧，他每次酗完酒以后呢，会打自己的老婆嘛，对吧？然后他老婆会躲起来会哭，会怎么样？但是呢，他老婆会反过来呢，也会去照顾他醉酒后的一个生活，比如说给他洗漱啦、换衣服啦，怎么样嘛。这就是相互依存的这个共依存者关系，它是久而久之形成过后的一种默契吧。虽然它在我们看来是不太恰当的，或者是不合适的一种相处模式，但这就是共依存者关系。这里呢，有人可能会问了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分开呢？这里就涉及到这个共依存者关系当中的一个陷阱吧，就是这两者之间谁离开谁，这个关系都不存在的。那怎么说呢？比如说这个醉汉，他每次喝完酒都会打他老婆，他老婆会反过来照顾他，对不对？因为他们这是长期形成的，那每次喝完酒就会这个丈夫嘛，就会每次都会完全的释放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去打自己的老婆。他的老婆来呢，反过来呢也会去照顾他。为什么呢？这就是刚才说的，已经习惯了，每个人都会去做自己习惯的熟悉的事情。因为他的老婆呢已经习惯了，或者说熟悉了和这种状态下的丈夫的一种相处模式，他能够处理这种状态，那这就是共依存者关系。这听起来很讽刺，很不可思议，对吗？那这就是共依存者关系的一个内部逻辑。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会涉及到一个强迫性重复，也就是说，为什么即使是这种状态下的关系还会一次次的重复上演，还会这样做。那什么是强迫性重复呢？强迫性重复书中说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重复熟悉的情感模式的这种需求嘛，无论这个情感或经历给我们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嘛，我们可能也会去重复它。因为我们人嘛，是这个对熟悉的东西是有一种掌控感的，我们是害怕那种未知的、莫名的、陌生的东西会给我们带来不安。还是拿这个酗酒的醉汉家庭来说吧，那父亲呢每次酗完酒以后呢会去打母亲，那母亲呢会躲在厕所哭，最后呢女儿去安慰母亲，那母亲后来呢又出来去帮父亲呢收拾东西洗漱等等这些事嘛。那整体的这个过程呢，也就是强迫性重复。为什么母亲不离开父亲生活呢？是因为在母亲的心中她有一种掌控感和熟悉感怎么说呢？这个父亲每次喝完酒以后呢，比如说会发生6件事情嘛。那母亲呢，在她的心目当中呢，她对这6件事情是非常清楚的。她知道1过了就是2，2过了就是3。那她知道接下来会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那她就有掌控感了。而且呢，他希望当这个酗酒事情再一次发生的时候呢，他会去改变这个事情，他希望这个事情向着他想的那样一个方向去发展，向好的方向去改变。
但呢，往往呢也是事与愿违。这种对过去痛苦经历的重现呢，就叫强迫性重复。接下来说这个角色倒置，那还是刚才那个酗酒的家庭，因为这个酗酒的家庭嘛，这个父亲呢每次酗完酒以后呢，会打这个母亲，母亲在厕所哭嘛，那他的女儿呢去安慰他，那明明自己还是一个小孩，这个时候呢却担负起安慰别人的这个角色，这就叫角色倒置，因为他是小孩嘛，母亲是大人，那往往是小孩受的委屈和痛苦以后呢会哭泣，那大人成年人来安慰他，那这个时候呢，他不仅自己是受害者，他从这个受害者的这个角色呢转换成了这个安慰者，他去安慰自己的母亲。角色倒置对于小孩来说我觉得特别难嘛，因为角色倒置是指这个父母和小孩的这个角色呢发生颠倒，使本应该属于父母的责任呢转移到了小孩身上。就拿刚才那个例子来说吧，那小女孩呢要去安慰在厕所哭泣的母亲，那这就是角色倒置嘛，她自己还是个小孩，她怎么知道安慰别人呢？他需要母亲或者是父亲来安慰他现在这种惊恐啊、恐惧的心情，但是得不到。那也就是说，他去安慰别人这个事情的本身，他是没有参照物的，他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别人。同时呢，这个小女孩呢，她还要保守这个父亲呢是酒鬼的这么一个家丑吧，所以呢，也不会带自己的这个好朋友来家里做客。那在学校里边呢，也可能也不太会谈及自己的家庭，特别是父亲，那可能会跟其他的小伙伴疏远啊，缺少这个交流和活动，可能也会造成他这个性格孤僻。更重要的是，因为是小孩嘛，他没有参照物，他可能会觉得每个家庭的父亲都酗酒啊，每个家庭的父亲都会打母亲，母亲会去哭，然后呢，母亲会去帮父亲收拾东西啊，怎么样？他觉得这一整套这个模式是每个家庭都存在的，习以为常的。那这个时候他会进行自我否定，小女孩会去合理化这种畸形的家庭相处模式啊，她可能会觉得父亲之所以要酗酒，之所以要打母亲，完全是因为自己不好，是因为自己引起的家庭不和谐，那可能就会让小女孩产生强烈的不自信。这里呢，再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一个小孩啊，他不小心把一个碗摔碎了啊，招来了父亲的一顿暴打啊，不小心把这个盆里的水洒了，又招来一顿暴打。那在这种生长模式的这种环境里边啊，这个小孩长大了以后呢，他可能是不自信的啊，不敢担当的啊，不敢表达自己啊，不敢表现自己啊。为什么呢？因为在他过往的成长经历当中啊，告诉他你不能犯一丁点的错误，那你只要一犯错误呢，就会招来一些痛苦的经历。因为不敢犯错，所以也就不敢试错。那再加上刚才说的那个不自信呢，不敢承担责任呢，不敢表现自己，不敢表达自己。那一旦承担责任呢，就会非常痛苦因为害怕带来一些痛苦的经历嘛，也就形成了书里说的那种性格缺陷。怎么去修复自己的性格缺陷呢？书中说了一个方法，就是写信把它写下来。比如说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就是那个醉汉家庭。那女儿呢，完全可以写信给她父亲，告诉他你在这个家庭当中犯的这些错误希望得到改正。因为写信这种模式避免了和当事人面对面嘛，也就避免了这个当面冲突你把这个当事人呢犯下的一些错误呢写下来，告诉他，希望他能够改正。那这个肯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不要因为漫长而不做，因为在这个施害者嘛，就是施加伤害的这个人看来，他的那一套模式是正确的被受害人这些是应该的，在他的那个思想意识里边呢，一切都是他说了算嘛，他是正确的，但是他是错误的，所以呢，一定要写信告诉他。我们不是去掩盖这个事实呢，就会得到一个和解，让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有毒的家庭相处模式，那它是错的。这个有毒的家庭相处模式并不是普世的，这不是我们的错。我们现在之所以这样呢，是因为这个家庭相处模式有问题。那更重要的是，避免将这个有毒的家庭相处模式和体系带入到自己未来新的家庭里面，这才是最重要的。这里说一下这个情感勒索，指的就是彼此双方以双方的感情为要挟。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以双方的关系作为威胁。那比如说你不这样做，我就和你断绝什么什么关系你不这么做，你不那样做，我们就分手怎么样这就是情感勒索。而情感勒索的一个大前提就是沉没成本，因为你们之间已经付出了比如说谈恋爱在一起很久了两个人付出了很多这个时候呢，某一方以某种方式，比如说你不怎么样，我们就分手怎么样，这就是情感勒索。它勒索的是你们之前已经相处那么久了你不太可能放弃之前的这个付出。这个时候你不是舍不得这个人，而是舍不得你之前的付出。那其实在我看来呢，不管是什么关系，只要是涉及到情感勒索这种呢，就是大可不必太过纠结因为离开不太重要或者带给自己负面东西的人呢，也叫及时止损。一旦情感勒索形成以后呢，被勒索的那个人就成了这个情感悠悠球悠悠球嘛，就是一个人操控一个球嘛你就成了那个球了别人想怎么操控你就怎么操控你你不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对吧？那所以呢，在我看来呢，要及早的认清呢双方彼此的关系认清现实，那不要让自己成为了那个情感悠悠球。原生家庭这本书呢，我也只是针对其中的1-2点吧，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分享。其实这本书在我看来，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去看一下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是因为我感觉每个人应该都会在书中找到自己小时候的影子，更可能会找到你现在自己，就是现在当下的影子，因为过去小时候的这个生长环境嘛，就决定了你现在所以呢，我觉得每个人呢都应该去看一下可能你就会从书中找到一种解脱。好了，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还 OK 的话，可以给我点个赞。那本期视频就是这样了，下次见，拜拜。